家人惨遭可怕袭击，丈夫失踪引人怀疑，更加残忍的发现导致案件35年无法破解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，你能解答吗？答案下期公布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87年，故事的开始。1987年11月18日晚上，一个可怕的案件震惊了所有人。伊琳的遗骸安静地躺在那里，肉眼可见地遭受到残忍的暴行，凶手甚至没有放过伊琳肚子里的宝宝。理所应当的，怀疑的焦点落在她失踪的丈夫凯斯身上。然而第二天，她的丈夫凯斯的遗骸被发现，他是在家人遇害的1个小时内被害的，受到的虐待更为可怕。这个谋杀案手段异常残忍血腥，以至于电视台认为只能在夜晚才能播放相关信息。凯斯家成员为29岁的凯斯、30岁的妻子伊琳和他们2岁的儿子皮特。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另一个孩子。他们还为将来的宝宝计划命名为伊恩或凯西。1986年，凯斯在通过处理厂操作员的培训考试后，购买了一辆房车，并在附近的一个农场夫妇那儿租了一块地来放置这辆房车。自此，他们与年幼的儿子皮特就住在这里。凯斯在处理厂工作，伊琳在一家办公用品商店工作。在业余时间，他们经常参加当地一家教堂的音乐团活动。由于暴力事件的增加，该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安全。在过去的2年里，杰斐逊县发生了15起凶杀案，这促使凯斯对家周围的风吹草动非常的警觉。甚至在一天晚上，一位年轻女子来到他的房车求助时，他都拒绝让这位女子使用电话。随着他们新生儿即将来临，凯斯计划搬到一个治安更好的地方，甚至已经准备将居住的房车开始出售。然而厄运没有给到他们任何逃跑的时间。1987年11月18日，从不缺勤的凯斯却没有出现在处理厂里。他没有向任何人请假，工友给他家里打了1天的电话，也没有人接。凯斯的主管也开始担心起来，于是联系了他的父母，但他们对儿子的下落一无所知。随着凯斯失联的时间越来越久，他的父母还是选择了报警，并和警察约好一起前往凯斯的住处。当他们打开房车的瞬间，看到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可怕场景。他们在一张床上发现了伊琳、2岁的皮特和新宝宝的遗骸。伊琳和皮特被用胶带捆绑，堵住嘴巴，两人都被无比残忍地殴打过。强烈的殴打以至于让怀孕的伊琳早产并分娩了一个女孩。不幸的是，凶手就算对新宝宝也毫不留情，残忍地夺去了她的生命。凶器是一支棒球棍，是凯斯在那一年早些时候送给皮特的生日礼物。在发现了3名成员的遗骸后，警察发现凯斯与他们的汽车一起失踪了。一开始，调查人员认为是凯斯谋杀了他的家人并开车逃走，于是组成搜索队寻找凯斯。但他们在第2天就停止了搜索，因为一群猎人在离房车不远的麦田里找到了凯斯的遗骸。凯斯遭到3次枪击，分别在他的头骨、脸的右侧和左脸的部分。他的下体遭到了疯狂的破坏。法医报告显示，伊琳头顶右侧受到重击，颅骨骨折，皮特遭受了多处擦伤和挫伤。凯斯的车被发现停在距离他们家18公里外的本顿市一个警察局外，车内溅满的血迹表明凯斯可能是在车里遇害的。对遗骸的解剖检查未能明确确定谁先遇害，但可以确定他们都在1-2个小时内相继去世。随着凯斯家族谋杀案的新闻在该地区传播开来，居民比以前更加恐慌，甚至引起了枪支和家庭监视器被抢购一空。在这起谋杀案之前，居民会把门反锁，但现在他们会反复检查他们的门到底有没有锁上。尽管警察派了30名全职侦探调查这起谋杀案，前后调查了超过100人，但仍未能找到重要线索。调查人员被迫开始重新思考谋杀案背后的动机。重新思考动机，就需要重新审视现在手上所有的线索。犯罪现场后门没有锁，也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。客厅里有价值的物品，例如录像机、便携相机都未被拿走，现金和珠宝也在另一个房间内好好的放着。因为凯斯的下体被严重毁坏，调查人员开始寻找凯斯或伊琳婚外情的证据，最终一无所获。所以调查人员排除了性动机，他们也没有发现仇杀或财务困扰的证据。在房子里发现的一叠体育比分文件，使他们考虑凯斯是否参与赌博产生债务。然而凯斯的母亲告诉警察，他的儿子非常的节俭，
也从不赌博。为了筹集儿子未来上大学的资金，他在晚上甚至会去捡别人遗弃的易拉罐。他根本不可能去赌博。在凯斯的房车内，警察找到了一小部分违禁品，但他们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凯斯参与了贩卖违禁品。凯斯的母亲认为违禁品是凶手留下的，因为谋杀案过于残忍，使得一些人相信这可能是一个邪教所为，或许他们试图为魔鬼献祭。但房车内没有发现与仪式有关的符号，调查人员并不认为凶手是随机作案的，他们相信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案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案件的热度越来越低。凯斯的母亲为了确保当局不忘记这起残忍的谋杀案，她持续向当局施压，要求他们解决他儿子和家人的谋杀案。她甚至收集了3000多个签名，试图让电视台播出这起谋杀案的专题节目，但遭到了制片人的拒绝，理由是这起案件对日常节目来说过于残忍。一档出名的美国通缉令节目最初也有类似的反应，但在1998年他们改变了主意，播放了该案件的一个片段。然而该节目未能带来任何的新线索。最有希望的线索出现在2000年，当时连环杀手汤米·塞尔斯因在德尔里奥附近残忍地犯下连环命案后被捕。在被捕后，汤姆声称他曾参与了凯斯家族谋杀案以及其他70起未解谋杀案。后来确认汤米至少犯下了22起谋杀案，但调查人员无法将他与凯斯家族的谋杀案联系起来。他做了一些陈述，但没有任何与证据相匹配的东西。汤米在2010年声称他是在一个卡车站遇到的凯斯，在后来的陈述中，他又说他是在一个台球室遇到了凯斯。在2个版本中，他都说凯斯邀请他共进晚餐，并让他到家中做客。凯斯的母亲否认了他的说法，称凯斯对家人非常的保护和警觉，不会邀请陌生人去到家里。当汤米首次承认杀害凯斯一家时，警察理所当然的就相信是他做的。然而在汤米接受进一步审查时，他们发现汤米的话不可信，他回答错了1龄遗骸放置的位置，猜了很多次以后才猜对。他也回答了一些细节，但这些细节很容易从媒体上获取。汤米于2014年被执行死刑，他是否真的参与过这个案件，还是他想通过承认那些没有犯下的谋杀案来逃避死刑，大概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了。30多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被控告为凯斯家族谋杀案负责。屏幕前的你觉得真相是什么样的呢？太阳刚刚升起，比尔警长就打来电话，告知皇冠花园发生了命案。皇冠花园是一个小户型电梯公寓，有8层，每层有2套房间。最初是专为单身白领设计的。警长一边陪同侦探上电梯，一边介绍案情。死者叫大卫，住在 B 座的8楼，是一家 IT 公司的网络管理员。今天早上保姆过来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他躺在床上，还没有上班，想叫他起来，才发现人已经去世了。当电梯到了8层，侦探进入受害者居住的房间，屋子里非常整齐，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，受害者安详地躺在床上。警长疑惑地说，从现场来看不像是谋杀，但是经过现场初步尸检，发现受害者有血液中毒的迹象。受害者平时性格乐观，应该没有自杀的倾向。侦探打开受害者的电脑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，但在电脑中没有找到任何跟死亡有关的信息。于是侦探询问警长，还有其他的线索吗？警长回答，他们询问了附近的居民和物业人员。受害者平时工作特别的忙碌，很少外出，通常在早上10点出门，晚上12点半回家。住在他家对面的老人能证实这一点。这位老人晚饭后是不会出门的，因为晚上12点电梯就会关闭，因此12点半左右，老人总会被他的脚步声吵醒。不过昨天的情况有些特别，夜里12点半左右，老人也听见有人走上楼梯，重重地跺了2下脚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哎呀的声音，然后是开门的声音。不过据老人说，脚步声和哎呀的声音都应该是受害者发出的。现场调查告一段落。下午的尸检报告证实，受害者是中毒而亡。受害者右手的食指上有一道被利刃刮伤的伤口，毒素就是从这里进入到血液的。现场餐桌上的刀和柠檬上有些许血迹，并且在血迹中发现了跟受害者血液中相同的毒素。所有的证据都表明，受害者极有可能是在切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割伤，意外感染病毒而亡。当天晚上，警方准备就此结案，警长已经写好了调查报告。这时候，侦探却打来电话，说他发现了几个疑点，请警察们到现场再调查一下。经过仔细的勘查，
侦探提出了自己的疑点，警方发现被害人果然是被谋杀的。你觉得凶手为侦探留下了什么疑点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正确答案会在下周五评论区公布。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我们下期再见。